好热！坏了，这是中了情毒。难道如果他前世也是中了情毒的话，那隔壁林老太是怎么给他解毒的？上一世，我的邻居林老太从外面救下了受伤的萧策，几个月后官兵找来，他竟是微服私访的太子。为了报恩，太子赏了他金银豪宅，安享晚年。后来我不慎摔进沟里，仓皇结束没钱又没男人的一生。好在老天开眼，我竟然重生回到了萧策受伤的这一天。林大娘，您年纪大了，扛不动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我正好没有儿子，不如扶入我家照顾，让他给我养老送终。我一个老太婆都没什么好忌讳的。这不巧了吗？我也没有夫君，我救他，他娶我，一举两得。你一个没出阁的姑娘，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？上辈子我就是太知羞了，连美男的手都没碰过。哎呦！看，是他自己选的我。嘿，分明是你自己抢过去的。耶！修都修了，难道修一半扔回去啊？他长得帅，身材也好，我也不亏。说是一次就中，刚好我想要个孩子傍身，倒也不用走林老太的老路。人都能言，最难舍弃昨夜当作的是年纪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小女子是朱采这里的采茶女，公子受了伤，小女子便带公子回家照顾，可哪曾想竟然……在下是南梁来的商贩，萧子竹，是在下失礼了，辜负了姑娘的救命之恩。如果姑娘实在无法解气，就将这匕首插进在下的胸膛，我绝不还手。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公子亦不是负心薄幸之人，不如公子便与我成亲，可好？快答应啊！只要借得了这颗好种子，有了孩子傍身养老，我才不管你是谁要去哪儿呢。你不同意？身为女子，这世道本就艰辛，既然是我犯下的错，就何该我承担责任？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。不他年瓜瓞绵绵，尔昌尔赤，仅以白头之约，书向鸿渐，沈西月、萧子竹永结同心。连名字都是假的，如何同心？他对顾竟然毫无防备，还甘愿现身救我，虽只是露水夫妻，事后姑也必当予以重谢。李成，沈西月姑娘真是好福气，白捡了一个俏郎君。成亲有什么了不起？生不出孩子，男人照样得跑。林大娘，你放心，我夫君他身体好得很，至于孩子嘛，事后会有的。哼！送入洞房。这是你的文书。好。这是哪家流落的谪仙？爹爹为我相看的那些歪瓜裂枣，竟比不上他好粉。小姐，他好像已经成婚了，娶的是威乡的沈娘子。听说他对他娘子极好，从来不让他做工呢。那又如何？妻子是妻子，宝贝是宝贝，像那种出身贱籍的女子，怎比得上本小姐天姿国色？小姐说的是。就算有妻子又如何？本小姐自有办法将她拿下。起开！都给我起开！起开！我家主子有请，不知公子可愿去画一个柔州城的镇城之宝？在下并不擅长丹青。
我家主子让你作画是你的荣幸，你竟然还敢推三阻四！只要你肯上门作画，就给你1两金的赏钱。像你这样的穷酸书生，手指头就算磨烂了，也写不出来这1两金了。我现在无心无在身，不能贸然暴露身份。罢了，不过一幅画。府中请我来画城中至宝，宝贝何在？这柔州城的镇城之宝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在下乃是有家室之人，这单生意恕乃从命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今夜良辰，你就从了我，好不好？张小姐，请自重。这迷情香立竿见影，一会儿你这贞洁烈男，一会儿怎么求着本小姐生命主唱说法？天哪，想要怀孕，居然需要这样，简直不堪入目。不好了，沈姑娘，你家郎君出事了。那个张地主家的张金娇又在强抢民男了。什么？好不容易骗来的男人，居然敢撬我墙角，简直活腻了！小哥哥，大胆淫妇！我虽不打女人，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好喜欢，小哥哥，把我夫君给我交出来！不，是迷情香。你被羞辱了！天哪，我在说什么？这岂不是把堂堂太子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？不过没关系的，我相信男子的贞操不在不义之下，你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我相信凭你的秉性，肯定是宁死不从的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本小姐闺房撒野？我此生只有月儿一个妻子，张小姐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柔州城还没有我得不到的男人。我不管你有没有老婆，我就要嫁给你。我爹得给我做主，这回事不成也得成。区区乡野地头蛇，也敢乱点鸳鸯，想攀附于我？呸！什么卑贱小民！我家小姐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居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叫你色胆包天，我叫你抢我夫君，也不看看到底是谁的男人，闭着眼睛就往自己床上拉。月儿，你怎么了？夫君，我头好晕，浑身火烧火燎的，我好像中了迷情香。月儿，月儿，可恶，明明是我中了香，怎么他的心跳这么快啊？鸳鸯交颈式，龙翻虎步式。想不到他竟这般黏我，我不在家时，他便如此耐不住。夫君，别走。月儿，若能跟你这样平平淡淡的相守，当真胜过金屋绮罗。
么了，月儿？天哪！爱香如珠走盘，我竟然真的有喜了。没什么的，许是这几日神思倦怠，肠胃有点不适，不要紧的。你是不是怕那些人再来找咱们麻烦？你放心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这眼神，深情的都要掐出水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本来就是为了借种骗他，他却好像真的动了心思。月儿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坦白，其实我……外面是什么声音？难道我日思夜盼的荣华富贵终于要来了吗？属下来迟，请殿下恕罪，恭迎太子殿下回宫。太子，太子殿下，你是太子啊？其实我的真实身份乃东宫太子萧策，当初是被南梁敌军追杀于此，如今才恢复身份。人在哪儿？带人！放开我！萧哥哥，萧哥哥，是你让人找的我啊！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的，是不是想偷了？想到我的赘婿？爹爹早就准备好坠礼了。小姐，这可是太子殿下，我们还是认罪吧。当初你强太子殿下的事，太子，你们张家真是好家教，当初的威风，如今安在？若姑不处置，岂不是有你们这种地头蛇？作威作福，拖下去！张家收刮民脂民膏，男丁按律抄斩。至于这个女人，沦为女奴，发配宁古塔。月儿，你对姑有救命之恩，此番姑能顺利恢复身份，你功不可没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，姑定当满足。我自幼孤苦伶仃，是乌衣巷的乡亲们把我一手带大的。我不求自身富贵，只希望可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。来人，赐乌衣巷众邻每户黄金100两，另免3年赋税。谢太子殿下。不愧是太子，太霸气了。这下李婆婆能给她女儿治病了，王大叔能翻新房子了，我也不算抢了林大娘的养老银子了。月儿与姑情分特殊，姑已决定即日引你回京，入东宫为侧妃。以你的身份，本是难以入东宫，可姑喜欢你，愿意迎你为侧妃。居然想让我给她当小老婆，还我对她还有那么一丝丝愧疚。我只是为了借主，才不想和其他女人共侍一府。更何况我无权无势，要是斗争起来，肯定会被其他妃子给整死。我只做妻，不做妾。月儿，做姑的侧妃，你未来会是妃，还是贵妃？难不成你还会让我进正宫，为了让我当皇后？不管你怎么想，我从来没有辜负你的想法。你是姑的第一个。对不起了，太子殿下，我是一介俗人，宁做穷人妻，不做富人妾。如若做不到，我们就一拍两散，各生欢喜。一拍两散？殿下从一开始就存心骗我，什么南梁商人萧子竹，连婚书都是假的。好在我一开始就从你的衣着判断出你的身份非富即贵。你早就怀疑姑的身份，还请太子殿下也给我赏赐，我们从此银货两讫。殿下，他连银货两讫的讫都写错了，果然庸俗。从一开始，你都只因姑的身份特殊，所以才故意讨好。是，当时就算不是你，只要身份尊贵，我也同样会去。民女自知骗了太子殿下，从今往后，太子立储，民女此生永不踏入。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聚入所想？
很好，大人，此神是一样的赏赐，回宫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夜夜非思量，世无常，从今年。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放手，还好老娘我留了一招，先跑路为敬。离开微巷之后呢，我在这座江南小镇开了茶楼，生下了儿子，还给他取了个很随便的名字，叫沈随，过上了有钱有闲还有儿子的生活。娘亲，随儿，今日先生又夸我了，我可以出去玩吗？随儿，昨日的课业背得怎么样了？那些诗文我早就过目不忘了，只是有些私塾里的同窗总骂我是没有爹的野孩子。傻孩子，你可是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怎么会是野孩子呢？只不过爹是野爹而已。沈姑娘，随儿天资聪颖，同龄之中无可比肩者，我很是重视她。枪先生，感谢你这些年悉心照顾我们的随儿。随儿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，沈姑娘，只是随儿渐渐长大，你就从未想过再给她找个爹爹？不容易屈服留子，我怎么可能再给自己找麻烦？其实我一直有此意，若沈姑娘愿意跟我一起，我一定好好待你，也会视随儿如亲子。此玉簪是我传家之宝，家母曾对我说过，要我将此玉簪交给我江家未来的女主人。月儿与姑情分特殊，姑已决定即日引你回京，入东宫为侧妃。可就算我同意，随儿她也不会同意的。她爹爹失踪这些年，她一直都在等她爹爹回来。娘，你不说爹爹早掉沟里摔死了吗？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，容我考虑考虑。不好了，娘子，小少爷他不见了。什么？今日小少爷没有去学堂，奴婢寻遍了都没有寻到小少爷。方才奴婢在书桌上发现了这个。娘亲，书上说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，不去京城见世面了，勿念。京城在北边，长安在大西边呀，我的儿，这脾气和他那便宜爹一样，犟种。怎么办啊，娘子？咱们小少爷要是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？我要去京城找随儿。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属下该死，这些年一直在找沈姑娘下落，却丝毫没有线索。废物！恕属下直言，这天下之大，您这样找无异于大海捞针。皇后娘娘那边也一直在催您成婚。姑看你是想做姑的主了。属下不敢。他对姑骗身骗心，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没想到永不再来的京城还是来了。哎，听说了没？这当今的皇后娘娘可在给太子选妃，这大家名门闺秀可都准备上了。哎，选了妃有什么用啊？都说咱们这位储君一身怪病，一碰到女人就会口吐白沫，浑身起疹子。天哪！哎，这碰不得女人，那咱这太子殿下岂不是要绝嗣了？怎么几年过去就得了这种毛病？求大哥通融一下吧，小女子孤身从南州过来寻子，让我见一见府尹大人吧。我们府尹大人日理万机，岂是你说见就能见？守卫大哥，求你通传一下吧，要不然……沈西月，太子殿下，好久不见！老天爷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偏偏碰上随儿那个捡来的便宜爹呀？好久不见，可姑却觉得
仿佛日日都在与你相见。这6年来，你就像一道枷锁一样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曾经有多么的愚蠢。言女只是进城，没有干什么违法之事。难道你身为太子就可以随意扣押我吗？于公，你的确无罪。于私，孤光风霁月半生，唯有在你这里被狠狠欺骗。你觉得孤凭什么会放过你？听说你是来寻子的，怎么跟野男人连野种都生了？离开孤倒是逍遥快活的很。不能被萧策知道，雪儿是他儿子，他现在都绝嗣了，万一要跟我抢雪儿怎么办？是啊，我早就已经成婚了，连儿子都可以打酱油了。那岂不是前脚殿下刚走，后脚沈姑娘就重新嫁人了？沈西月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殿下，殿下，求你看在民女救过你的份上，帮忙寻回孩子吧。你是在要挟孤？殿下，只要能够寻回孩子，我愿意当牛做马，绝无怨言。为了和别的男人的野种，竟不惜自贬，一妻二夫。沈西月，你真令孤刮目相看。民女只说当牛做马，没说以身相许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软禁起来。娘子，说来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进京城，便与您失散了。适才我找您的时候，有官兵将我带了进来。对了，小少爷找到了吗？这么多年，您一直不肯提及小少爷的生父。刚刚的官兵说他们是东宫的人，难道小少爷的生父是太子殿下？我在这里无权无势，没有人脉，想要找到随儿，只能借这个有权有势的爹了。那您不准备告诉太子殿下小少爷的身世吗？我骗了他，他对我恨之入骨，如若让他知道了，定会夺回随儿抚养，绝对不行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大女子能屈能伸，先借他的权，找到随儿再说。谢谢你，小兄弟，这么年纪轻轻就精通算术，帮了我的大忙。这个烧饼给你吃，趁热。不必言谢，我真的不想吃你家烧饼。趁热。那是什么？听说当年啊，一位鼎鼎尊贵的皇族贵人南下时，一时不察，竟被一个看似温柔贤惠的女人给骗了，不仅卷走了大笔银两，据说还带走了贵人一件极其珍重的宝物。此等行径，简直胆大包天，欺君罔上，当真是胆大妄为。所以这通缉令啊，一直抓不到人，誓不罢休。对，那是你抓的。哇，娘亲有危险！娘亲放心，我一切无恙。你是不是遇到危险了？别怕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太好了，那信哥确实是随儿亲手养的，看来他是安全的。不过我得想办法逃出去，跟他会合。殿下，派人去找那小孩了吗？回禀殿下，已经封锁各个城门，派人去寻找了。太子殿下，他最近情况如何？娘子她近日茶饭不思，泣涕连连，一心只想找孩子。茶饭不思？可姑怎么听说每顿端上来的膳食都被一扫而光了？那都是奴婢吃的。退下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您就看在之前我救你的份上，帮我找回孩子吧。孩子的父亲呢？你只身前往京城寻找孩子，他却躲在哪里当缩头乌龟？这就是你当初不惜抛下姑也要嫁的良人。缩头乌龟？你倒是对自己的定位很有清晰的认知吗？孩子父亲在外赚钱，我一人只身来寻找了。父亲，以后我们分工明确，你就在外赚钱养家，我就在家吃香喝辣，如何？
太子殿下，您现在已经关押了我2日了，您要么就放我回去，我自己寻找；要么姑不想放你，除非你求姑，并且还要让姑看到你的诚意。你知道姑想要什么，给吗？不是说艳女吗？装什么装？还不是中看不中用？给啊！太子殿下想要，怎么不给？给啊！太子殿下想要，怎么不给？我这些年在市井卖茶可不是白混的，这黑市里的大梦千年是一种奇药，足以让你睡上几个时辰。只可惜呀，以后这腹肌怕是摸不到喽。沈西月，你又骗姑！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沈姑娘跑了。殿下，您这是？还不快给姑松绑！是。随儿，娘亲，随儿，臭小子，你都不说一声就来京城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对不起，娘亲，我来找爹爹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随儿，你要是真找到了，可就不是惊喜，是惊吓了。可是娘亲总是在梦里喊爹爹的名字，还说什么腹肌啊，真是酒醉误事。娘亲呀，那不是想你爹爹，那只不过是……哎，等你长大以后就明白了。总之，你爹爹早就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是娘亲唯一的亲人了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出事，知不知道？对了，娘亲，那些人为什么总是抓你啊？那是因为娘亲早年在卖茶叶的时候欠了别人不少银子，那是债主，千万不能被他们找到。安全起见，分头出城，我们回家。债主来了，在哪里？娘亲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雪儿，快走！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沈西月，那就是你和野男人生的孩子？哪有？你看错了。这个美人叔叔竟长得与我这般相像，难道他就是我爹爹？你不必对姑投怀送抱，姑绝对不会。榆木疙瘩一样，那胸肌比我父亲差远了。姑再与你说一遍，姑的胸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太子殿下，软轿已经备下了。萧草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姑要带你回东宫，除了你，姑无法接触任何女人。姑要你对姑负责。小姐，那不是太子殿下吗？太子哥哥，他怎么还抱着个女人？是啊，小姐，太子殿下不是不近女色吗？你马上就要嫁入东宫做太子妃了，半道上冒出这么个女人来，小姐，您看她眉眼与您有些相似，莫不是太子殿下钟情于您，所以找了个替身吧？哼，管他什么阿猫阿狗，来日我嫁进东宫，定叫他生不如死。阿弥陀佛，希望佛祖保佑，让侧儿能够早有子嗣，为皇室开枝散叶。娘娘，您不是已经为太子殿下准备选秀了吗？侧儿这些年不近女色，连个暖床婢女都没有，几个皇子又虎视眈眈，四处宣扬他难言皇室血脉。
你说他会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啊？娘娘，您放宽心。侧儿微服私访回来了吗？回禀娘娘，殿下已经在回宫的路上了。翠翠，你去找太医开一些益肾补阳的方子来，炖一份人参公鸡汤。等侧儿回来，喊他过来一趟。是。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走。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太子殿下带回来一个女子，还是抱着回来的。是啊，太子殿下已经好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。小侧，你疯了？你就不怕你后宫的妃子们争风吃醋吗？孤的东宫无妃无嫔，若非要有，好像确实缺一位女主人。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请您进宫一趟。多派人把他给我看好。若是他跑了，提着脑袋来见姑。是。揽月阁，晦气！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华儿免礼。来，你微服私访半月，一切可还顺利？顺利。风尘仆仆就召你入宫，本宫是想问你，东宫选秀之事准备如何了？回母后的话，儿臣无意选秀，并未准备。胡闹！皇室血脉岂容儿戏？难道你想一辈子这样孑然一身？那皇室如何后继有人？况且你与苏家嫡女尚有婚约。母后，这不过是你当年和苏夫人的戏言，岂能当真？我是不会娶她的。罢了，东宫选秀之事，本宫已经替你安排妥当。侧儿，你来尝尝这鸡汤。这鸡汤啊，是母后用千年人参文火慢炖了3个时辰做的。母后，以后这种事情，你就让下人去做，您多休息。殿下操劳体虚，再多喝一碗吧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无妨，只是有些热。殿下，让奴婢伺候您吧。皇后娘娘让奴婢送您回去。今日殿下累了，皇后娘娘在偏殿安排好，让您去休息。滚！殿下最厌恶女人近身，你是不想要命的？你说什么？太子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把你推走了，真是无用。是奴婢没有，皇后娘娘饶命。下去吧。连喝了这么多碗益气补肾的大补药都无动于衷，侧儿这厌女之症恐怕是真有其事。娘娘，您不是还选了苏小姐吗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连女人都不跑，天生运体又如何？看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此次选秀，本宫硬要让侧儿娶她为妃。沈姑娘，您不能出去。该死的萧策，耽误我与随儿会合。殿下，皇后娘娘这招也太阴了，就为了让您纳房中人，殊不知您是郎中断言的纯阳体质，多少人想利用情毒暗害您，所以您才放出了不近女色的消息。您真的不用暑假给您找个女人来？闭嘴！是。替姑准备好凉水，姑要沐浴。是。他竟然宁愿自己强撑着也没有勉强我，或许他也不是那么可恶。
你真的听清楚了吗？奴婢听得清清楚楚，东宫要举办选秀了，而且皇后娘娘她还钦定了人选。太子殿下留您在这儿，该不会是为了拿您当挡箭牌吧？想拿我当桃花，他做梦！又想逃？你都要选妃了，你把我拘在这里，这算什么？当初因为你，姑得了怪病，没有治好，你就又想逃？你是太子，生病就找太医，我又不会治病。要不然我把当初的100两金还给你，咱们就两清了，好不好？姑赏出去的东西，从不收回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姑要选妃。选妃？有那么多名门贵女供你选择，这有什么好处的？姑的怪病尚未医好，若真要传出去了，颜面何在？依姑看，你就很合适。太子殿下，我早就已经成婚了，有夫有子。那又如何？有夫便丧夫，有子，姑可以把他养在身边。还为了把我绑在身边羞辱我，竟然能不知廉耻至此！我可不敢让太子喜当爹。姑已经决定了，要让你做姑的秀女。既然你爱慕虚荣，不愿屈居人下，姑偏要让你色死姑。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你我是拜过天地，写过合婚庚帖的夫妻，有何不可？沈西月，你主动撩拨完了姑，就又不想认账了。只有3个月，而且你别忘了，庚帖上你用的是假名字，所以我们只能算是露水之情，说不出口的。太子殿下，虽然我当初的动机不纯，但是你也骗了我，所以我们早就已经两清了。未来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，不好吗？不好，月儿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你对姑就真的没有动过一点真心？太子殿下，这个问题6年之前我就已经回答过了，从未。他甚至不愿说谎话来骗姑。既然如此，那姑就更无需同情你了。留你在身边，慢慢折磨你，才能解姑的心头之恨。我已经陈亲母后，过2日东宫选秀让你参加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这秀女名册上新添的名字，就是侧儿口中对她有救命之恩的农家女吗？是。既如此，给她一个秀女的席位，也合情合理。要是侧儿喜欢，将来做个通房伺候，也无不可。姑母，梅儿，梅儿来了。我们梅儿聪慧懂事，又是侧儿名义上的表妹，本宫早就属于你为太子妃。谢姑母赏识，但一切还是想要看太子哥哥的想法。今日这园中啊，百花盛开，选秀会尚未开始，梅儿可自行赏花。是。这选秀让我来，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，他这个人就算没有我，有的是女人对他投怀送抱。之前还是我把他想得太好。娘亲，江先生来了，一刀城南与我会合。看来有江先生看着，随儿肯定已经安全了。小姐，你看，那个就是太子殿下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农女，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竟也和您平起平坐，成了秀女。她竟然敢在东宫飞鸽传书，天助我也！我便让她进不了东宫的门。大胆贱婢，竟然敢私传消息！你就是太子殿下带
带回来的那个粗鄙农女。你是什么人？上来就说别人粗鄙，殊不知内心肮脏的人，看什么人都和你自己一样。喂，我们小姐可是威远将军嫡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无权无势的低贱农女罢了，还敢口出狂言！你刚刚明明就是在传递消息，肯定是别人派来安插在东宫的细作，我要禀告皇后娘娘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堂堂大家闺秀，不可以张口就传谣哦。你果然是穷乡僻壤来的，简直厚颜无耻！苏姐姐别生气，这女人冲撞了你，要让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知道了，一定不会让她好果子吃。是呀，苏姐姐可是太子殿下的表妹，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这太子妃之位非你莫属。太子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一介乡野村夫，怕是给太子殿下提鞋都不配吧？都在闹什么呢？姑母，臣女刚刚看到此女偷偷用飞鸽传递消息，还出言不逊。她如此居心叵测接近太子哥哥，想来必是什么人派来探听消息的细作。一介乡野村妇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翠翠，给本宫打烂她的嘴！对不起，我的确出身乡野，手劲有些大，不要见怪。太子殿下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哥哥，这女人就是那个被内定的太子妃，她这是想来替未婚妻撑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侧儿，毕竟是你宫里的事情，你自己决断吧。是你的未婚妻先招惹我的，我可什么都没干。未婚妻？姑没有未婚妻。休想拿我当套话！今天必须放我走。太子哥哥，这个乡野村妇竟然敢打我！打你？可姑怎么听到的是你要教训别人？明明是因为他私传消息，肯定是旁人派来安插在东宫的细作，派来蛊惑您的。太子哥哥，您千万不要被他给蒙蔽了呀！证据何在？证据都被这个小贱人给吃了。我们小姐没有撒谎，她根本就是一个张狂粗浅的乡野丫头。放肆！你当真以为姑是傻子吗？乱嚼舌根，以下犯上。来人，拉下去打60大板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好了，今日是侧儿选妃的日子，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？开始选秀吧。陇西节度使嫡次女周静书，年16；光禄寺少卿之妹穆玉婷，年17；威远大将军嫡女苏荣梅，年19。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、皇后娘娘。皇家选秀关乎国本，德行和才艺皆需六宫表率，望诸位谨记今日之责，不负天家期许。是。请抚琴作幽兰曲一曲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苏姐姐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？是啊，苏姐姐才貌双全，如同空谷幽兰，哪像那种瞎子不识的村姑，怕是连琴弦都没摸过吧？怎堪配太子？苏氏荣梅，才德兼备，留用。谢皇后娘娘。
请7步之内做一首诗。7步成诗，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会？姐姐出生于市井，平日里浅薄惯了，要她作诗，怕是有些为难。待会要是做不出来，大家可千万不要笑话她呀。你怎么就确定我做不出来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母。无论出身市井还是高门贵府，都是皇上的子女。难不成苏小姐自诩高人一等，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？你果然伶牙俐齿，这样心思不正的女人，怎么能入侧儿的后宫？待会儿要是做不出来，我看你怎么闲着。